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聊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香港是否会出现类似6·4天安门的屠城镇压事件。那过去这几天以来，香港的警民冲突是越来越紧张，那警方镇压民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高压。11月12号，在香港中文大学更发生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校园大战。那警方与中大学生发生了长时间的激烈对抗，大量的催泪弹射入校园内，但是学生仍坚守阵地。那学生被警察封锁在校园内，也促使大批的香港市民主动开车运送物资声援学生，或者是再送学生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形成了壮观的车潮，被誉为是香港敦刻尔克大撤退2.0版。那根据警方统计12号当天逮捕了142人，发射了1576颗催泪弹、1312颗橡皮子弹、380颗豆袋弹以及126颗海绵弹。那警方在一天之内发射3000多发子弹，香港成了战场。而光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校园里拾获的各类弹壳总数竟然高达2356枚。那香港学生坚守校园的行动也受到海外地区的支持，有数十个台湾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社团与台湾教授学会等团体签署联合声明，声援香港各大学院。那就连中国大陆的多所大学学生以及哈佛大学等校的学生，也纷纷在网络上发表照片与文字，声援香港大学生。不过，目前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局势依然是越来越紧张。那不仅仅是因为在中共领导人公开支持林郑月娥之后，香港警方的暴力是越来越升级，而在过去这几天以来也陆续出现了多项讯号，暗示着中共当局有可能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来对反送中运动进行全面清场。那不管是穿着军服还是穿着警服，都等于是发起一场香港版的6·4事件。那么有哪些讯号呢？我认为至少有7个。讯号1，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鼓吹23条立法。中共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11月9号发表文章称，香港因为还没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导致港独势力活动加剧。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提到过，23条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法律。那2003年港府曾经准备推动立法，但是引发了50万香港市民上街抗议。那质疑中共可能会借由23条来任意抓捕香港人民，限制言论自由。那港府也因此紧急撤回了。那现在张晓明再次公开鼓吹23条，并且强调中共中央有权利宣布香港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在这么敏感的时刻放出这么敏感的言论，那张晓明的目的除了是要挑衅香港人民的反感情绪之外也暗示着中共当局有可能随时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动用中共军警进入香港镇压。讯号2，政法委称警察开枪，官媒舆论一面倒造势。11月11号，香港发生了警察近距离开枪打中示威者的事件。那中共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见也随即发表文章表达支持。那文章里称此时不开枪，要枪何用？要警察何用？那我们知道，政法委是中共内部负责司法、警察、公安与国保的主管单位。那政法委表态支持香港警察开枪，也意味着中共官方对用枪火镇压香港开出了绿灯。而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等媒体也连日发表评论，批评示威者，并且支持警察开枪，说要让港警依法治暴更硬气，以及留给社会自我修正的时间将所剩无几等等那这些相当激进、相当鹰派的言论，不仅仅是为了恐吓香港民众，也很可能是在为中共的武力镇压铺垫了舆论基础。讯号3，官媒放风，国家出手，中共军队准备震爆。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现在11号放话说，武警部队与中共驻港部队在必要时随时可以进入香港直接增援。那12号他又放话说，如果局势持续升级，国家直接出手将是必然的。
那就在隔天了，香港石冈军营里的中共军人呢，被媒体发现已经配备了全套的震爆装备。那头盔的防护镜呢，也像香港警察一样贴上了反光贴纸。那被怀疑中共是否准备出动驻港部队来介入镇压？那事实上在10月11号，中共的75军团呢，便曾经在湖南省举行突击香港的演习。那结果发生了直升机撞山事故，造成11人死亡。那这起事件呢，也凸显了中共一直盘算着动用军队力量介入香港，只是表面形式上是要公然穿着军服行动，还是要假扮香港警察来参与镇压？讯号4，港府启用特别任务警察。那根据香港媒体披露林郑月娥已经签署了命令，要让负责惩教工作的职员呢，可以自愿担任特别任务警察，负责守护政府的建筑物、押解人员以及防暴工作等等。那预计呢，最快这个星期就会出现第一批所谓的特务警察。那港府临时成立了特务警察，显然是为了扩大镇压维稳行动来做准备。讯号5，张晓明取消访港，港府紧急会议。中共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原本预定要在这个周五呢前往香港，对港府宣讲4中全会的相关内容，但是呢却在13号传出了张晓明临时取消访港，而林郑月娥也在晚间10点左右紧急召集港府的高层官员开会。那这种种举动都相当的不寻常张晓明与港府的异常举动呢，很可能意味着北京当局可能改变对香港的战略部署，所以呢，才让张晓明临时取消了行程。毕竟，张晓明原本到香港呢是要谈4中全会的内容，那只有中共中央才有权利更改这样的行程。那再加上港府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是北京向港府下达了最新指令。至于北京想对香港采取什么新的策略呢？是真的准备发动类似6·4的大规模武力镇压，所以呢，让张晓明暂时别去香港避避风头呢？还是有人紧急踩了刹车，或者是另有其他的安排呢？应该这2天就会揭晓。讯号6，保安局长突然公布尸体数据。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呢，在13号以书面方式回复了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提问。他公布，警方在今年6月到9月之间接获的自杀案件达到25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4起。而警方发现的尸体或者是送院前、送院时死亡的案件呢，则有2537起，那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311起。那我们知道反送中运动期间不断的传出警方打死人却隐匿案情的消息，并且呢出现了大量的离奇的浮尸、坠楼等等自杀案件。那外界也一直质疑，到底有多少抗争者死于非命呢？然而，警方过去对这项话题始终是否认再三，三缄其口。但是现在保安局却突然公布了这项数据，令各界相当的意外那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保安局提供的死亡人数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45人，那平均下来相当于每天比去年同期多死了将近4个人，非常的不寻常那我们不知道保安局在这个时候公布这项数据，是真的为了落实法治，让司法的数据公开透明呢，还是想要借此暗暗的警告香港市民确实有不少人因为参加抗争而丧命。警告市民呢，不要再上街抗争，否则呢，中共与港府将发动更进一步的血腥清场。那保安局突如其来的据实以告，是不是袖里藏刀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讯号7，共青团免费接待大陆学生回内地住宿7天。中共深圳的共青团微博呢，在13号凌晨发文称，将提供12家青年驿站免费让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入住7天。那北大的汇丰 EMBA 同学会也宣布，将接待部分香港的大陆学生在深圳的西利大学城附近住宿，那原则上呢也是不超过7天。当然呢，这些免费招待学生住宿的举措是善意的，保护学生呢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也不免让人猜想共青团方面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比方说，香港局势可能会在7天之内完成清场，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呢？所以才要提前召回大陆学生，避免伤到自己人，
以免在中国大陆内部掀起更多的风暴，让更多大陆人知道香港局势的真相。好，以上是这几天出现的气象反常讯号，让人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而中共与港府的种种举措似乎真的准备对香港实施一场小规模的6·4镇压，似乎真的准备将大学校园变成另一个天安门广场。不过呢，最值得我们追踪注意的是13号这一天，张晓明突然取消了香港访问，那港府高层呢又在深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而当晚的香港警方也一反常态，没有大规模的动员驱散示威者。那究竟北京传达了什么最新指令？是决定展开武力清场，所以先营造一场暴风雨前的宁静呢？还是有其他的新招呢？还是有人想要悬崖勒马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再次呼吁北京领导人，千万不要对香港动武，千万不要残害人民百姓。中共前党魁邓小平手上沾满了6·4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千条人命血债，那江泽民身上也背负着数以万计的迫害法轮功血债，未来一定会被追究审判。那我们希望北京当权者要悬崖勒马，不要让自己背上血债，否则呢，不但会在中华历史上遗臭万年，还会被江泽民派系或其他政敌利用血债作为把柄，那将来呢，一定会招来更严重、更惨烈的后果。那最后，我们也要呼吁香港的朋友，虽然你们都相当疲累了，但是我们知道你们依然会坚持的抗争下去。但是不管你选择合理非还是勇武的抗争，都请一定要在未来这几天内格外注意自身安全。如果真的发生了香港版的6·4事件，请尽量保全自己与其他朋友，不争一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共真正的致命硬伤是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及一触即发的金融危机，这是中共绑在自己身上甩不掉的随身炸弹，也是足以震垮中共政权的强力核弹。请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当我们有新的节目出来，你才会收到通知。我们下次再见。